么样的原因会让老师想要开始这项？12年的时候，我是先帮一个在台湾在当地的志工去自己带他们所需要的孤儿院，那个规模不是很大，但是那一年回升学了之后回来反应都不错，所以从13年开始就做了一个3年的规划，13、14、15、3年的规划。学生出国做的时候，我的认为是他所有的感官、所有的这些脑袋里面的想的事情、看的事情都不一样，但是他基本上还是去做他所接受过的专业训练分内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个对学生来讲是一个很好的学习之后去实践出来的一个结果。而且柬埔寨没有地震，没有台风，然后对结构的需求，然后它的建材大部分是木，所以都是我们学生可以在比较短的时间之内去掌握，而且可以把它亲手带出来。那我觉得对于学生来说，可以亲自完成一个真正的建筑物，所以这个建筑物是盖完之后真的有人去做一个日常上的使用，所以这个事情的意义是很大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一直持续这个过程做下来的。过去这50分钟大概是很有效率的讨论啊。北一在梦这个地方，总共在6个学校，然后有一个学校已经有水。我去过这6间里面的4间，然后这4间里面呢，有一间已经有水，有一间我们去年做好，另外一个是我们今年做的，然后还有一间，其实今年是在这2间里面去学，可是另外有一间是连我们如果愿意付钱去请人挖一口井。如果我们愿意提供这个经费，那个学校附近所在的地方是挖不到任何井水，就是那个学校所在的地区，就是打了再深都找不到井水。那对于我们一直很想说在水的这件事情帮助他们的这一个目的上面就很困难。那另外一方面是今年这个学校非常非常小，小到新的校长其实面临一个问题，是因为学校太小，所以其实有一些学生明明住在附近，应该来这个小学念书，都因为这个学校太小，家长反而把他送到远一点的学校去念书。所以他一直很希望，也很努力，跟他弟弟2个人想要把这个学校办好。我觉得如果我们能够在我们能做的事情上面帮助到他们，让这个学校各方面都可以有一个更好的呈现的时候，说不定可以帮助这个校长留住更多的学生，然后真正可以把这个学校办得越来越好。那老师，这整个活动的核心理念是？我觉得最主要的一件事情是，我们带学生去，可是基本上从设计，当然在学校的学期中间，他们会受到很多训练，可是到了当地之后，从设计、从计算材料、从对于结构的考虑，一切的事情，对于工作的安排啊等等，所有的东西都是同学自己去掌握。那我觉得，身为一个老师，就是我把学生要做的这个事情交由学生去做。我觉得这个赋予他们一个你说权利或者是某个力量或者是某个决定的那一个权利，我觉得这个事情是他们从这个里面会学习到很多。那这个是对学生来讲，那其实我觉得对村民或是对当地的小学生，我觉得长期的看我也是希望有这个成分在里面。就是我们不是直接去给他们什么东西，比如说以前我们盖教室，那我们给他一个可以受教育的空间，可是教育那个本身其实还是柬埔寨的老师、柬埔寨的同学自己要去努力。那我们现在除了教室之外，我们盖图书馆，我们给他们一个干净的水，其实是希望说，我不是真正给你补品，或者我可以跟你多的你来让你生活或者是营养或者是健康上面让你有实质的帮助。就是我们是提供一个很基本的健康的水，然后或是一个读书的环境，然后让你从中里面自己还是要经过自己的努力，然后你才能够得到那些事情。这个学生要努力，然后我们帮村民所完成的这些东西，完成了之后，村民也要自己去努力。我们不是去直接的给什么东西，比如说我不是直接的告诉学生你要做什么，然后你就是去做，然后从那里学习。不是，我是带学生去，然后等于说我把这个机会架设好，让学生把握这个机会，然后从他自己去掌握所有的事情里面去学习到东西。那其实对村民也是一样，
就觉得慢慢的想起来，我觉得这两件事情有某个关联性的。那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我们这一个活动的一个很重要的价值。其实呢，2018跟2019跟前面几届的不太一样，他们开始跟北艺合作，那你可以谈谈说，你跟北艺合作的之前跟之后的差异在哪里？其实差别还蛮大的。合作的2018、19这2年之前，基本上就是盖教室。那教室机能蛮单纯，只要有一个比例对的，然后尺度也对的空间，那基本上完成之后看学校怎么用。所以我觉得对于我们来讲，在设计上或者在建造上面，其实相对来讲都蛮单纯。那2017年在柬埔寨认识的，我回来之后去讨论说2个学校合作的可能性。后来我们慢慢谈下来，发现说彼此就是我们原来很想去超越以前的那个部分，又做不到的，经过他们的帮忙，好像可以很容易做到。那对他们来讲也是一样，就是以前他们很想做，他们一直都做不到的，好像对我们来讲很容易。所以这个是为什么双方都非常希望说，那我们是不是真的合作可能？就2018年的时候我们就合作，那合作最主要的一个差别点是说，我们把以前我们不敢做跟水有关的部分，因为北医对于饮用水或是干净的水，在公共卫生的这个角度，他们有很多的专业上面的 know-how， 可以帮助我们在做规划的时候，可以有很多靠我们建筑设计想不出来的一些事情，就是不太会去注意到的事情，倒不是想不出来，是不太会去注意到的事情。18年做的这个结果，对于这个学校的帮助很大，或是对于学校所在的这个村落的帮助其实很大。也是因为这样子，我们希望说再继续合作。那今年是第2次的合作，那因为有第1年的那个经验，我们就完成了一个2018就完成了一个健康教育中心，有一个有点像台湾的保健室一样的空间，这样方面的一个教室。基本上我们还是维持着这2个功能跟喝水壶的功能，然后今年我们加上一个图书室的功能，所以整个的那个运作我们越来越熟悉。那我觉得，因为北医的加入，让我们所做的这一个计划本身的需求，或者是它的机能，其实都跟我们以前比起来很大的一个进步。那我觉得这是对我们来讲是这样子，那对北医我相信也是这样，就是他们以前一直很想做的，可是他们的那个专业，他们不太可能去这个新建的那种东西，就是我们一进来，我们就帮他们完成了这件事情，所以我相信对他们来讲也是一个很大的成就。请你们要把功能的考虑之下，那一个空间应该有的尺寸，应该有的大小，把它放到我们的考虑，这是第一点。16、16、16、9，对，16、9。哇，你这个头都不接。找过来了。亲爱的水龙头。
北医其实一直在推广，就在工位的角度上面一直推广，希望说小学生可以有洗手的习惯，所以他们每年都会带肥皂啦，甚至他们好像记得没错的话，好像去年开始带就是海绵，那个海绵是中间有个洞，所以刚好可以把肥皂把它放进去。那如果再放一个小的网子的话，刚好可以，你那个洗手就比较方便，因为肥皂就比较方便。那他们其实以前就把这些东西都给小学，可是小学一直没有洗手的这个设备这件事情。所以郭老师一直在跟我谈，就是说今年有没有可能做到洗手的这个设备。可是说实在，我们在最后2天之前，我的心里面一直放在心里面，我就记得我们想要做。可是因为我那时候必须确保我们的房子是可以被完成。所以等到最后剩下2个工作天的时候，算一算我的进度、我的能力，我觉得我们可以做，甚至我可以把某些学生拉出来，专门去负责洗手的这件事情。所以我已经这样做了。那我把主要是公社系的同学，再配2个还是3个建筑系的同学，然后请他们开始去跟郭老师去想。讨论这个在厕所这边如果要有一个洗手的地方的话，应该是怎么回事这样子，所以他们就自己去讨论。其实我只把这个工作交给他们，我就还是回去做那个建筑的那个部分。那时候我给他们一个设计条件，或设计需求，就是说我希望洗过手的水可以回到厕所里面储存起来，作为待会有人要上厕所的话，上完厕所冲马桶的水，我就只给他们这个条件。那其实我那时候想的还蛮复杂的，就是我想要怎么做，但是我不会跟学生讲说我怎么做，我通常是让学生，因为我心里面必须有个负担。可是后来他们回来跟我讲他们的设计的时候，我觉得哇，真的太聪明了，他们想了一个比我所设想的还要简单的那种方式，就解决了这个问题。那当然，我们需要在墙壁上钻几个洞。所以到最后的结果就是，我们把水管拉到厕所，总共4间厕所，有4个门，在左边2个门跟右边2个门的中间各有一个小的洗手的地方。所谓的洗手盆呢，就是去买那个塑胶水桶，然后我们刚好有一个同学他是会配水管，就把水管、水龙头都配好，然后我们在水桶的底下挖了一个洞，去洗过手的水漏到那个洞里面，经过那个水管。穿过那个墙壁，那个水管就直接就通到那个储存水的地方，就要冲马桶的那个储存水，所以所有的事情就被解决。我们这样子做完之后，我们完全不用跟小学生，完全不用集合小学生来跟他们讲说，水资源的再利用是很重要的，你要怎么样去注意，你要怎么样去做，完全不用讲，一句话都不用讲，只要学生去做一遍，他眼睛看到的这件事情，他马上就理解说，哦。原来洗过手的水，待会儿是可以用来给下一个人上厕所之后冲马桶用。所以那个水资源再利用的这件事情，就完全不用讲。我觉得那个是最高竿的一个设计，就是说你做完了一件事情，让人去使用之后，它自然而然的，就是我觉得那个真的是化教育于无形嘛。你什么事情都不用讲，然后你只给他看，看完之后他就懂，而且他不但懂，他以后有可能就是会一直这样做。那我觉得这个是最好的一件事情。
សូមអញ្ជើញលោកមកហត់បន្តទៀតសូមអញ្ជើញកញ្ញាបបតោទី3សូម其实今年跟去年，我觉得差异最大的是那个工作的效率。其实今年让我蛮意外的是，他们这次的速度非常非常的快。我在想说，是不是因为他们其实在人力的分配上，他们每个人都很清楚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再加上其实他们也很可以跟村民讨论，然后就直接开始做这件事情。他们其实讨论非常快速，然后意见教室也非常快的就被凝聚在一起，然后去干出来的。我们去年就是3个人主导说每一个区域要怎么做什么，但他们这一届不太一样的是说，他们有很多种这种可以独立，然后去找一群人帮忙，是地板要怎么铺，或是墙壁要怎么弄，然后他们会每个部分他们都可以很迅速的就是把它做完，然后最后就变成一个房子，这么简单。那这一次的角色比较像是一个协助者，必须控制自己，不要让自己成为有主导整个场面的人。心态上面是比较轻松的，因为比较没有那么多压力，所以可以专注在细节上。那我甚至可以把我所有的经验或者知识拿出来辅助这些学弟妹们耐心细心的完成全部的工作。这项活动对接下来要进行这项活动的学弟有没有如果说这些学弟妹如果说有机会前往柬埔寨设计部门建造一个书面工作的话，我会觉得说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必须尝试在你脑袋中把所有事情都排好，组装完整，处理细节，甚至你不需要见面，你就会把这个东西从一个计算里面。而最重要的建议就是，到那边你已经是一个设计者，有自己的态度，你要学习着不要被问题所困扰，你必须要开始对于一件事情下你符合最符合当时情况的判断。这项活动啊，目前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或是之后你对这个活动有什么样的愿景？困难啊，困难。每年碰到困难就是经费啊，快要去的时候就要开始去到处去募款，因为我们这一个活动每年差不多是这样，就是大部分60%是教育的支持，然后10%是学校的支持，然后剩下的20%到30%甚至更多的是自己要去募款。募款没有我以前想的那么容易，募款还是要很难。所以我觉得第一个问题当然是，只要说实在有经费，大概很多事情会不是那么大的问题。然后第二个问题，可能是我们回来之后，受限于我们自己的人力跟能力，一直没有好好的去做一个整理，这个是一个比较可惜的。我当然会希望这个活动会持续下去，可是持续下去，除了需要经费之外，我觉得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所有的这些状况，我觉得对我们的帮助会比较大。可是怎么样让更多人了解，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现在还要再加的问题，怎么让大家更了解我们到底是做什么，然后做了什么。